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韭菜不香。之前我做过一期多邻 o 的深度分析，当时这只股票仍在400多美元。我说过一句话，多邻 o 最大的风险是增速放缓，用户增长一旦减速，市场对它的估值逻辑会瞬间崩塌。现在这个风险兑现了，多邻 o 的股价从最高点545美元跌到了不到100美元，跌了超过80%，一年之内。近期，它刚发布了新一季度的财报，收入超预期，利润超预期，每一个财务指标都在改善，但股价又跌了13%。一家收入增长27%，利润增长24%的公司，股价跌了80%。这到底是被错杀了，还是市场在告诉我们一些更深层的东西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订阅和关注，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。先看财报的好消息，多邻 o 代码 DUOL， 第一季度收入2亿9200万美元，同比增长27%，超出华尔街预期的2亿8800万。会计准则口径每股收益 0.87 美元，超出预期的 0.75 美元，超了16%。净利润4350万美元，增长24%，调整后经营利润8340万美元，利润率 28.6%， 自由现金流1亿4780万美元，利润率 50%， 手上现金加短期投资总共12亿5000万美元，订阅收入2亿5000万美元，增长31%，是增长最快的业务线。预订量3亿0850万美元，增长14%，递延收入达到了5亿1300万美元，这笔钱是用户已经付了但尚未确认为收入的订阅费。换句话说，多邻 o 手上有5亿多美元的预收款项，未来几个季度会逐步释放成收入。日活用户5650万，增长21%，付费用户1250万，也增长21%。毛利率从71%提升到了73%。公司还启动了4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，第一个季度已经回购了2500万美元，数据全面超预期。那股价跌13%，问题出在哪儿？答案在2个数字里。第一，月活用户1亿3780万，华尔街预期是1亿4560万，差了将近800万。日活在涨，但月活没跟上，这说明很多用户下载了应用，但没有养成持续使用的习惯，打开过一次，然后就再也没回来。第二，下季度的预订量指引，管理层给的是2亿8400万美元，华尔街预期2亿9500万，差了1100万。全年预订量增速的指引也偏保守，大约 10.5%。掌门人 Louis Von Ahn 在电话会上解释说，去年同期有一个叫猫头鹰之死的病毒式营销活动，带来了异常高的用户增长。今年再跟那个高基数比，那个营销活动当时在全球社交媒体上炸了。多邻 o 宣布猫头鹰吉祥物死了，引发了巨大的讨论和下载量。去年第一季度日活增速 49%， 今年只有 21%， 增速几乎腰斩。但管理层认为这是正常的基数效应，不是真正的用户流失。他还说，公司正在做战略转型，把重心从短期变现转向长期用户增长，目标是2028年日活用户达到1亿。首席财务官 Monson 给了更多细节，他说，毛利率会从第一季度的 73%逐步下降到年底的 69%。原因是人工智能驱动的产品功能在快速上线，这些功能需要调用大模型的推理能力，成本在上升。这就是多邻 o 面临的核心矛盾，它越用人工智能来改善产品体验，成本就越高，短期内利润率会被压缩。长期来看，如果用户留存和付费转化率提升了，投入会赚回来，但市场不愿意等。具体来说，多邻 o 的口语练习功能现在用大模型来做实时语音对话和发音纠正，每一次对话都要调用一次推理接口。当5600多万日活用户都开始用这个功能的时候，推理成本会是一笔天文数字。
管理层给的全年经营利润指引是3亿1000万美元，利润率只有 25.7%， 比第一季度的 28.6% 低了3个点。Duolingo 在人工智能方面做了什么？第一季度发布了超过2万个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课程单元，9种核心语言的课程深度达到了 B2 水平，相当于中高级。口语练习功能从付费用户扩展到了免费用户。亚洲是增长最快的地区，日活增速领先全球。同时，象棋和音乐课程的日活已经分别超过700万和400万。旺的野心不只是语言，他想把 Duolingo 变成一个全品类的学习平台。旺在辩话会上说了一句话：我们正在用人工智能从根本上改变内容生产的方式。以前一个课程单元需要人类课程设计师花几周时间来做，现在人工智能可以在几分钟内生成初稿。这意味着 Duolingo 的内容扩张速度会比以前快10倍以上。新语言、新课程、新功能的上线周期大幅缩短。但市场担心的不是内容不够好，而是用户增长的天花板。Duolingo 的月活在1亿3000万到1亿4000万之间已经停滞了2个季度。全球能用手机学语言的人群是有限的，当渗透率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，获取新用户的成本会越来越高，增速会自然放缓。更让投资者不安的是 SaaS 末日论。整个软件及服务板块在过去1年里遭到了系统性的抛售，市场担心人工智能工具会替代传统的软件订阅服务。Duolingo 作为一个语言学习应用被归入了这个叙事。整个软件应用板块今年跌了超过 22%， 不只是 Duolingo、ServiceNow、Atlassian、Shopify 全都在承受同样的估值压缩。市场在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：当人工智能能直接帮用户完成任务的时候，中间的软件工具还有多大价值？跟竞争对手比一下， Babbel 的用户增速在放缓， Busuu 被摩根大通旗下的教育公司收购了， Rosetta Stone 早就退出了消费市场。Duolingo 在语言学习这个赛道里几乎没有对手，但它的真正对手不是其他语言应用，而是用户手机上的所有其他应用。 TikTok、Instagram、游戏，所有争夺用户时间的东西都是它的竞争者。不过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， Google 翻译、ChatGPT 这类工具虽然能帮你翻译和对话，但它们不能帮你系统的学一门语言。学语言需要结构化的课程、持续的练习和激励机制，这恰恰是 Duolingo 最擅长的。旺说过一句话：如果你只是想翻译一句话，用 Google 就行，但如果你想真正学会一门语言，你需要每天花15分钟，持续几个月。这种行为只有游戏化的学习平台才能驱动。华尔街分析师的看法偏谨慎，平均目标价大约105美元，跟当前股价差不多。摩根大通把目标价砍到了92美元， D.E. Davidson 给了85美元，只有少数分析师维持积极评级。另外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风险，律所 Faruqi 正在调查 Duolingo 是否在2025年存在误导投资者的行为。这类证券集体诉讼在美国很常见，大部分最终以和解收场，但它会给股价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。但也有一派观点认为 Duolingo 被严重低估了，当前市盈率大约12倍，一家收入增长 27%、自由现金流利润率 50% 的公司12倍市盈率，1年前这个数字是60倍。这个估值压缩的幅度在整个科技行业里都算极端的。如果增速能维持在 15% 到 20% 之间，利润率能企稳，12倍的市盈率可能确实是被打过头了。做个对比， Google 的市盈率大约25倍，微软大约20倍，这两家的收入增速都低于 Duolingo。一家增速更快的公司卖得比增速更慢的公司便宜，这种错配在市场恐慌的时候经常发生。回到我之前那期分析，当时我说 Duolingo 的护城河有3层：产品粘性、网络效应和品牌认知。
这3层到现在依然稳固。日活用户增长 21%， 付费用户增长 21%， 这说明用的人不仅没走，而且在花更多的钱。问题不是产品不好，而是增长的故事从高速扩张变成了稳健经营。市场愿意为高速扩张付60倍市盈率，但不愿意为稳健经营付超过15倍。这个落差从545美元跌到100美元，80%的跌幅就是这种预期切换的代价。Wong 的赌注很清楚，用人工智能把产品做到极致，用免费增值模式先圈1亿日活用户，然后再想办法变现。这个战略需要时间，但市场最缺的就是耐心。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， Duolingo 现在只有900名员工，900人做出了一个日活5600万的全球产品，人均效率极高。人工智能正在让它用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事。课程内容过去靠人类设计师一节一节做，现在人工智能几分钟出初稿，人类只需要审核和微调。这种效率的提升，长期来看会变成利润，问题只是长期到底有多长。如果Wong能在2028年之前把日活做到1亿，那现在的100美元回头看可能是白菜价。如果做不到，12倍市盈率可能也不算便宜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我是韭菜不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